Hello， 我是那个大叔，很高兴又来到游戏频道。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那我们这边看到这一个战力旧炮，真的是我很爱用的炮兵，它的攻击能力真的很强，而且如果射得准的话，对于对方的步兵真的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真的很爱用。虽然说1800块有点贵，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好，我们来开始介绍一下我方的阵容。那首先看一下，我这边使用的是术士先知，那一样是带了这两个，一个是灰烬风暴，然后一个是阿兹钩之火，就是轰炸型的法术。那一个是主要是用来减速，还有让对方受到火焰攻击伤害会提升的技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我方的编队啊。矮人勇士，混沌矮人勇士总共是带了4队左右，4队，然后这边放了一队，总共带5队。然后矮人这个混沌矮人雷同手，这是一个攻击距离很近，但是火力非常强悍的火枪兵。他这个将近50的伤害。这样子一轮输出下去，对方真的会被打成蜂窝啊，会很难看。然后这边还是带一对火箭发射器，主要是就是看上它的可以针对单体打击或者是这种多模组的打击，都是非常好用万用型的这种炮兵。因为战力旧炮，我发现它打在单体巨兽身上，感觉效果很有限。他打在步兵上面效果非常卓越，甚至可能2发就可以解决掉一队步兵，非常强悍。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我这边使用的是暗精灵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至高术士火焰系，然后带的是这个轰炸型的法术，然后还有流火披风以及鲁音火焰剑，这2个都是强化自身单位的技能。那还有，我们看一下这边带了3队，其实应该不止4队、5队，带了5队的恐惧长矛兵，最基础的肉盾单位。然后这边呢带了4队的黑死射手，这些黑死射手都是有破甲的哦，不要小看他们，不要以为它便宜就觉得不怎么好用，没有，有破甲就是好，真的在战锤3里面有破甲就是一个很好的单位。然后这边带着2只单体巨兽，这单体巨兽都是带着反大破甲的，所以如果有出那个怪物步兵的话，这个单位其实可以去撕毁他们的。哪怕是打步兵，其实这家伙也是蛮有实力的。然后这边最外面这边看一下。黑死射手迟钝版本，针对对方的火枪会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你看这个盾牌是有 35% 的格挡，所以算加点有用，然后这边还有2队，总共4队，然后还有一队冷吸战车，而且这个战车是可以近距离冲撞，也可以远程射击的哦。它是都有这个能力的，这个非常的不好处理。那我这一次的配置是打算用出大量的基础部队，然后去跟对方做一个消耗。坦白讲，其实这个组合我自己在打的时候有点吃力。好了，我们来开始进入决斗。那首先也是一样，战力旧炮一发下来，打在人家身上，哇，这一炮其实歪非常多。这个歪真的歪太多了，虽然说它后续伤害其实造成也是蛮夸张的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2发炮弹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有稍微在躲，但是这个打下来其实没什么感觉。然后我这边放了缓速哦，想说。要靠炮兵看能不能解决他们。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战力旧炮的伤害，给予的士气打击好像比较多，伤害打击没有到很严重，但是我觉得士气打击蛮多的。然后这边准备要开始交战喽，对方一个法术下来，但是想办法要先拉走。好，不过法术还是下来，然后雷同手被黏住了。我觉得他好像这个伤害全部都是打在自己人身上。他刚刚这个法术下来，基本上都是打在自己人，非常的疼痛。然后雷同手夹在步兵跟步兵中间哦，这样子可以不断的输出。哦，这个鲁茵火焰剑放在这个单位身上了，提升不少伤害输出哦。这个矮人勇士被咬起来就会非常痛苦哦。我们看一下雷同手伤害输出，差不多刚刚是1轮输出吧，其实打掉不少血量哦。然后这边应该是被2队夹击射，所以他扣血量非常快。我们看一下他目标是火箭发射器，先处理掉炮兵是没有错。然后我们放慢速度，稍微看一下现在战况，因为对方的单位非常多，我方战力旧炮还是持续在轰炸对方的弓箭手单位。那最前面步兵接战其实没什么问题，就是长矛兵跟混沌矮人勇士，然后雷同手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夹缝中不断的射击哦。那这边对方也开始在不断的要黏住战力旧炮，但是我方也是尽可能使用人墙去格挡。然后这边也是有看到对方的骑兵单位也是不断的在做冲撞拉扯，要尽可能去消耗我方的步兵、我方的炮兵单位啊。那雷同手也是有在做阻止，就是撞上来之后赶快射1轮，只要把对方快速打掉，那我方伤害就会非常的低。我们继续看下去，对方的弓箭手不断的在输出哦，不管是打在谁身上其实都可以。没有，其实你也是要打在正确的单位身上，尽可能的可能先点对方雷同手，或是点对方的炮兵。好，我们看到我方的战力旧炮其实已经士气没了哦，现在开始在撤退。然后雷同手这一队也被黏住哦，基本上被黏住就很危险，而且士气见底了，等等应该就会撤退了。那这边雷同手这一队其实还勉强好好的可以输出哦。那一队雷同手被黏住了，那距离比较远的就可以做帮忙。但是这个士气也没了。像这种其实低士气状况下会非常容易被惊骇到，对方如果有这种单体巨兽的话，非常容易吃到惊骇。然后这边雷同手这一队士气也所剩无几。不过好消息是我方的旧炮又可以持续再次开火。好，这个法术放下来，刚刚我方这边仅剩单位就被消灭了，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单位。哦，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放慢速度看一下，这个单位这边没有。我们看一下对方这边残杀记忆开起来哦，基本上是能力值都是大幅度的提升。这90秒内是暗精灵最强大的爆发时间，全体步兵单位最强大爆发时间，非常恐怖哦。所以这个时候要想办法熬过这90秒。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发炮弹下来，好漂亮，直接打在正中心。那这一队差不多也会直接开花就没了。其实像这种粘得很紧状况下，炮兵就不用想太多，就是炮兵也是照样直接给他打下去，让我方的单位跟对方单位一起歼灭掉。有的时候必须要做出取舍，真的是这个样子。像我这个时候炮弹已经选定这边了，因为这边就是一定要势必要开炮啦。我们看一下这一发下去到底会炸掉多少自己人，可能会把自己人给打残哦。结果没有，非常漂亮，在对方这边直接开花了，让对方部队造成严重损失。然后这边还有火箭发射器，这一发下来其实也是给予对方严重的打击哦。这个炮兵如果射得够准的话就会这样；如果射不准，其实
如果刚刚都打自己人，那这边就非常好，非常的搞笑。好，我们这边雷通手还是有持续往后拉，然后有在做输出哦。对方其实会去盯住我方炮兵，然后这个时候雷通手就可以在旁边在侧面不断的输出，而且把这种单位就是尽可能的拉远。有好处就是你对方如果黏住其中一队，你还有2队或是还有1队可以输出。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雷通手，雷通手的火力输出很可怕，这个扣血的速度。他基本上已经没戏。那流火披风这个时候虽然说有开下去，但是他已经没什么作为。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粘到我方这边没有关系，我旁边还有其他的单位可以做输出。像这种单位就是很适合尽可能的摆散一点，让对方不要一口气全部抓住，这样子就有更多的输出时间。好，这边4队雷通手都来到战场了，我们看一下这个。领主直接蒸发了，这个没有悬念。然后对方的单位其实也都算是歼灭了。好，这一场就是算是，其实我是有打了几轮，打的其实很勉强。刚开始我是用怪物步兵去跟对方力抗，但是对方有长矛兵，其实我打起来很痛苦，因为长矛兵的关系导致我。基本上大巨兽单位没办法做事，而且对方这个卡列迪斯海怪这个单位，其实针对单体巨兽或者是怪物兵，也是有着非常可怕的输出，也是可以打得非常开心。然后雷通手，我刚开始的阵型是摆在2侧，想要做一个类似包围网的样子，但是发现。对方其实的这种暗黑骑手，因为有4个队伍，其实他非常容易能突破我的包围网，我没办法一口气全部抓到，那就会变成对方只要有1、2队没事安然突破的话，我方这边基本上会全部倒霉。他只要一直不断的穿梭走来走去，我这边就基本上这4个队伍就废了。所以后面就是选择了让他们在步兵中的间隙摆成刚刚看到那种长条形的方式。那种方式的话，因为侧面是步兵这种混沌矮人勇士，他除非操作要非常精细，才可以直接去点到雷通手，要不然很容易被矮人勇士给拦截。那被矮人勇士拦截的话，就变成这个骑兵去粘。这个勇士，而不是粘到我方雷通手，那这时候就有反应时间了，你就可以把雷通手让他转个身去开枪，或者是雷通手就拉出来跑远远的也是可以，就是你比较多的反应时间，可以做比较多的事情。那这算是我自己在打的时候稍稍的一点心得分享。虽然我知道，如果常常在打的应该知道这种火枪手要怎么摆，但是我真的，其实我。以前一直以来都蛮讨厌火枪手，因为他的布阵其实很麻烦，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的中间的装填时间稍微久一点，没办法像弓箭手一样那么的顺畅。弓箭手我觉得他的攻击 timing 就是攻击与攻击中间的间隔时间没有那么久。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的内容啦。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赞，并且分享出去。我是那个大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